当你们看到其他的夫妻的时候，你们到底是真心希望他们幸福，还是希望他们出事啊？就是婚姻关系出状况。我就会想说，看你们可以撑多久。这应该不算是希望他你不会是们出事吧？去参加婚礼的时候，心里就抱着这种想法？没有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我都是很感动，一定会落泪的。可是等到冷静下来之后，就会想说，你觉得他们可以撑多久？我话讲太快了，年龄不是问题。OK， 那等下可以作为参考啊，看一下人家有多幸福。好，我们要欢迎今天这对夫妻进场喽，欢迎他们。欢迎阿娇，还有赖宏国先生，欢迎。看到没？真的是很漂亮的一对夫妻。Hello， 你好，欢迎两位。好久没见。嗨，阿娇， Hello， 见。你好。嗨 ，Michael， 你好，请坐。怎么会有这样老婆漂亮、老公帅的人呢？当初应该就是完全互相冲着外表吧，因为好像先生就有称赞过太太，说他是他见过五官最精致的人。对。所以赖宏国，你是有直接向你太太表达过，说她是你见过最漂亮的女生？对我有蛮常夸赞她，但她好像不太喜欢我这样一直讲这个事情。你看过的女生多吗？应该算不少吧。哦，因为他工作的关系，会看到不少你。因为你是做医美的医生嘛。哎，你医美之前是妇产科医生。对对对，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。有没有想过说，万一将来有一天你怀孕的话，老公帮你那个？哦，他们说他们是妇产科，不会帮自己老婆接生。他们有一个说法是，你自己帮自己的亲人接生的时候，你比较没有办法客观判断那个状况。赖宏国先生，你是想要模仿张孝全吗？哎，他今天很像张孝全。没有哎，孝全比较帅啊，我跟他也是好朋友，他比较帅。之前你上我们节目的时候，好像没有留这个胡子哎。对，因为就是你就是想要模仿张孝全。有最近他们戏也上了，所以配合宣传吗？这个帮我好朋友蹭个热度，在外围帮忙宣传的意思。对对对。所以阿娇她老公一直觉得你很美，那你看见老公的时候，会觉得他怎么那么帅吗？没有，他从来没有说过我帅。有啦。没有啦，那个说。但我跟你在一起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外表。对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很失礼耶你。我们异地恋嘛，他是那种常常会来找我的，我觉得很暖哎，有这样，我从来没试过。阿娇这样讲，就是一定遇过对方比较不殷勤的，就是老是要自己飞过去看他的那种。对。哎，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啊？我们是一个好朋友介绍的，就是那个苏建信啊。对，苏建信的跟他的女朋友介绍给我们。阿娇，你跟信是朋友？对，因为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台北拍戏，又刚好没有拍拖2-3年吧，我就说，你没有男生朋友可以介绍？你主动讲的？对，他女朋友就马上打了个电话，他又马上就出来了。他说，我朋友是个医生。我在想，哇，还是个医生，还那么闲呐。是半夜那种吗？没有，我们刚好在吃火锅。没有铁板烧。火锅。铁板烧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突然就出现了，你为什么那么闲？所以当时那个信的老婆有跟你讲说，他要介绍给你的女生是谁吗？他没有讲因为他跟我讲说，他说有一个不错的女生，我说有没有照片可以看一下，大概都会这样讲。他说有没有照片可以看一下？所以你很注重外表？没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介绍给我一些女性朋友，我想说，这个应该是一个蛮严肃的场合，所以我怕去了又拒绝了不好意思，所以我就跟他讲，他说你过来就知道了。然后我刚好下飞机，我记得我从武汉飞回来。所以其实你是忙的，你并不是闲的。当然要这样说，主要是我跟他们也算够熟啊，因为我怕如果不喜欢你去了就让。他就是
他们手上拿得出手的男生，对，只有这一个吗？每次都拿这个出来。所以阿娇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有觉得 OK 吗？信他们找对了，是 OK， 又年轻又帅的医生哦。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可以试试看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感觉到可以试试看的感觉。先认识一下，因为我的年纪都不小了，我不想再花时间去拍拖。如果要确定一段关系，我希望可以观察一下。所以第一次吃完饭就会交换电话号码，或者是就我跟他要了微信，然后你就立刻隔天立刻有发东西给他吗？没有隔天太刻意了，大概说沉淀个3-5天。沉淀个3-5天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应该当晚离开现场就应该发？对啊，我觉得应该立刻发，就说很开心。没有，这个有点太刻意了，所以我觉得你3-5天才刻意，好不好？你也有点太装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是跟微微说不错啊。那我们刚好我出差晚回来，再隔天再约一局，但不是我约的，就是刚刚好我又有空这样。对，反正我们之后有聊天，我没有表现很热情。对对对，因为我想观察一下，因为我是一个讲话很慢的人，很慢，很难接近的人，很难走入你的心房，对不对？对，譬如我是给机会让他买夜宵给我啦，他就买一个卤味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卤味嘛，他买来之后没有大肠的，没有大肠就不是卤味啊，就谁说的？他喜欢我说的，没有糯米肠才不是卤味，好不好？谁说的？我说的。你们两个乱定义卤味。我不吃糯米肠的，我大概只吃大肠。啊，那你吃百叶豆腐吗？他也不吃不白的。要再讨论卤味的那个，因为没有百叶豆腐，我也会很停住生气。可是这边有一个关卡，就是他干嘛不告诉对方卤大肠？对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？就是测试他有没有观察力啊。他要从哪里观察出你？我没有看过你吃大肠，我怎么会知道你要吃它？我懂阿娇的心啦，他就是要设一些小测验，看对方过不过嘛。对对对，所以后来你有告诉他说怎么没有卤大肠吗？有啊，直接说了。他就是把那个卤味翻一翻，说没有大肠，这根本不是卤味，就丢在旁边就。所以他说没有卤大肠就不是卤味，然后就丢掉。你心里没有想说甩个？没有我觉得说蛮有个性的。你喜欢这一路的，是不是？就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了，他不会。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？他只是要卤大肠而已。你讲的好像他人生很不知道方向的样子。庄孝全，你真的太幽默了。就第一次买卤味失败嘛，然后后来第2次就学会了吧，就是一直买卤大肠是吗？对，就会知道他喜欢吃什么。所以就靠卤大肠虏获了他的心吗？卤大肠还有那个里面有包馅的鱼丸，还有贡丸之类的，他喜欢吃那些火锅料。好细哦。所以你完全知道你老婆喜欢吃什么。对他吃东西其实很固定，他可以3餐都吃一样。对对对。所以你在家里是他比较怕你？没有怕，我比较怕他吧，因为他有洁癖。本来我自己家就很多东西，我又不敢把太多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家，就很怕太多会惹到他，是不是？对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景象，因为真的陈蒙他们夫妻很慷慨的让我们去拍了他们住的地方。花花有一个温度计呢，是请我们的来宾测量一下他们对于自己的温度的感觉。是，但我的话就，你可能是一开始觉得你很有温度，但其实你是一个蛮冷漠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两个合起来分数是80分，我们的温度计上会显示出来，是80度。那等一下呢，看到他们所拍摄的东西之后，
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改观，80度可以往上走啊？我们先看第一支影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。那我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，就是我跟我老婆在台北的家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鞋柜啊，大部分都是我的鞋子，然后他的鞋子大部分是在香港，因为但他每次拿一双出来展示一下吗？这双皮鞋，这也是我就是婚礼的时候，我跟他在香港婚礼的时候买的。那以前的话，我会喜欢一些花，比如说像这种花花绿绿的啊，但这个我老婆都看不太懂，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怎么穿啊。还有这种，你看这些买过这种，就是有一些很骚包的鞋子，但是现在也比较少穿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进来这里的空间啊，那旁边就有放了一幅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没有发的一个海报，就是当时可能因为一些事情，所以没有办法出，然后阿 sa 就帮他输出这张，然后让他当收藏。就是放在这里，我觉得说从客厅可以看得到，然后我如果早上睡醒开门也可以看得到，在餐厅也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一个一家之主的概念。只是这一道墙可以放到这一个画，因为太大了。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的客厅。那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客厅，就是我觉得空间蛮大蛮舒服。对于家里，我是希望是比较极简风的概念，我们不要有多余的东西，心才可以比较静。但是就出差1个礼拜回来，就变成一条城市了，这样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这个地方，这个桌子很适合配跟那个拼 Lego。那时候我有提议说，把乐高就是有一些大的，我们把它收下去放到储藏室，但是他说我拼那么认真，我就要展示出来。继续拼下去的话，这个空间可能也不太够，到时候也要想想办法。其实客厅就像我讲，我希望是空空的嘛，所以我当时我自己的东西只有就是角落有个吉他，就是以前我会弹吉他嘛，然后我都忘记他会弹吉他，只是放着。这是他的瑜伽垫，他有一天，因为我都常常去健身，他就说想要在台湾也要健身这样，那他就拿瑜伽垫过来，但是有打开过吗？过吗？有。有一次他客厅旁边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陈列柜啊，我本来预计它是我的书柜，现在就是变成一条很漂亮的乐高街，所以我的书就把它堆到这边。好像行李箱稍微有点多哦，对不对，老婆？对。其实如果说真的要拿出去捐的话，好像是不是可以？啊？可以不可以捐1、2个行李箱？好像这个空间看起来视野会再更开阔一点，我们的心也会更宽广一点。是可以的。我们的卧房里面的浴室啊，这是我的牙刷，还有我的刮胡刀，大概就这样，其他就对，都是他的保养品啊。其实我老婆是这样，我后来仔细观察一下，她是会摆很多东西，然后但她只插那几个，其他是不会插，就是摆着。但她香港的家是连这里都是一平平，所以这里真的是刚好。对，刚好。接下来就看衣帽间，从白色到黑色到长袖帽 T， 然后这边是大外套，就我会分类啦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间有一些好像颜色没有怎么分，对，但是我老婆的衣服就，对啊，不好多说。是我老婆的包包区，就是这个是他1周年1周年的，我没想到他买好贵哦。我也没想到它这么贵。因为我不太懂，我想说他很喜欢这牌子包包，我就是当成1周年礼物，然后因为它有特殊的纹路，然后又是什么限量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么小一个包包什么都装不下，外面找不到了。像我讲钱再赚就有，老婆只有1个；像我讲钱再赚就有，老婆只有1个。我说他很会上综艺，没有，他很会这是梗哦。没有，我只是这样想的。哎，他家在家里真的很像一个小妻子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又爱碎碎念，然后又会撒娇，
你是不是觉得他讲出那一句话就是很惊人？就是钱还可以再赚，但老婆只有一个。他很爱讲这些土味情话什么的。为什么行李箱需要那么多个？行李箱其实我是有多啦，红色我打算白色给他用，但他不好意思用。为什么不好意思用？我的还没坏掉啊。你觉得行李箱就是坏掉才需要买，不需要有那么多个好的行李箱？对啊，因为我出机场就只是托运的嘛，那他买的又是那种红色、白色漆皮，很漂亮的。我觉得我如果这样出差堆来堆去，它就坏掉了，有点可惜。女生对行李箱有的时候是跟对待包包的态度一样，就是要有所选择，不能纯粹当工具使用。好，航宇，柜子里面有东西在等我们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就麻烦你喽。那让我们打开富尔家花花柜吧。我有看到积木拼成的一艘船，借我看一下。这个算难拼的吗？这个好像拼了几天是吗？因为它会动，所以更难。对，所以这要花几天才拼得出来哦。它一开始速度比较慢的时候会花比较长时间。对，我是尝试拼这个才开始拼其他的。我刚跟 Michael 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就一切从邓修船开始。B 组啊！我就最难是拼了一台车给他，但选错地方拼，我选了在香港拼，一拿出去就会散掉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拿到那台车嘛。有啦，我在香港还是可以看得到他。可是他的这些嗜好跟你洁癖不就是相冲吗？这个不会不干净啊。可是你不是希望就是家里就是尽量空空的？对，所以我会就比如说他拼完，有时候我回家我会帮他收。我有问过他，我能不能弄一些柜子啊？他说不行，因为这样会让空间变小，所以我才把它从地上放到小房间那个中间那个位置啊，放上去我觉得蛮好看的。你不会说想拼好一个再把它拆散掉？我有拼灯，有一些就是里面有灯，但你要拆开它，再拼上去。你说那个灯是真的会发亮的吗？对，他有去买一些电路哦，然后自己去把它装在那个城堡里面，然后你插电，它整个都会亮起来。你为什么要假装好像非常的崇拜他拼乐高的事情？真的，他好厉害哦，真挺厉害的，我觉得。那个是真的蛮惊讶的啊。所以你老婆最迷人的时候是拼乐高的时候吗？还有吃大肠的时候。没有吃大肠了，现在。那你此时最爱的食物是什么？运炖吧。泰国菜。泰国菜。然后他有很喜欢喝那个运炖羹汤。你们会有一天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吗？乐高吗？这个倒没有吵过。你们结婚初期应该常常会吵架吧？算真的吵架频率不高，就是会，因为他也是我是吵不起来，对他不吵架，他就是会冷战那种。哦，可是冷战就很可怕啊，但他吵架也很可怕。他会真的生气吗？有几次有真的生气。是为了什么事？有些就是婚礼的事情啊，婚礼有一些摩擦，然后婚礼是你要的风格跟他要的风格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就可能表达沟通上面有一点就是。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回忆啦，对，也是好的。所以第二次是什么？上个月吧。上个月？就是这个可以讲吗？还是不要讲这个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可以讲啊。你先讲，然后如果讲完之后觉得不可以，再叫他们剪掉。OK， 好。就是因为我刚刚，就他上了一个热搜，对，是我一个黑粉黑他的，但不是事实，因为我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那个照片是他朋友，恶作剧，因为突然太多人写他不好，他就爆掉了。比如说我们去看房子，然后可能媒体就会写说，
我带着他去看房子，想要他买给我，类似这种东西，但其实很无聊嘛。但后来就类似的东西一直出来，然后我那时候讲了一句我觉得也不太该讲的话，类似什么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辛苦之类的话。我老公也讲过这种话。你有老公啊？我有，结婚16年了。因为一开始他觉得哦，跟明星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嘛，可是后来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真的大明星，然后就变成是狗仔一直拍他，一直拍他，一直拍他，然后他就常常上新闻，然后就开始就像你讲的，可能会写一些就不是事实的东西，然后就跟你一样压力过大。我就觉得我躺在家里一觉起来，然后我又怎么了又怎么了，或是他写说什么我们分居婚变，然后我睡起来说老婆我们婚变了，他说哦我们再睡一下吧，就是拜托我一觉起来看报纸，哎老公你打我啊，什么时候？趁我睡着的时候吗？他打到你忘记这件事哦。好了，我懂你意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要看了那些没有用的，有做各方面的尝试，让他没有那么难受。他有了，但好像就是会一直有这种事情，但我现在比较可以适应了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后面还会有哦。好，各式各样的说法都会出现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很难改变，而且澄清好像我发现媒体好像他报了一个，他不会管你后来什么澄清。澄清没有用，而且观众看了那个东西之后，他就觉得是真的。对，我了解了，他不会去管你。我老公没有打我。那他对你做了什么？只是小小踢一下侧边。不要乱讲。所以刚刚阿娇说，有些东西拿进屋子里面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再让他觉得有压力。就是我以前买东西会，一样好东西会买10个。哦，一样好东西为什么要买10个？因为我觉得没机会再买，可能下次买不到团货。类似什么东西？就是洗面奶啊，买几瓶啊，可以用的东西，但通常都会放到过期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尝试新用品。所以男生不太懂为什么要尝试一些平常不用的东西。对，因为他都不涂脸了。我就2罐子而已。所以这是你人生 ，Michael，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，你住的地方有这么大举别人的东西入侵，是不是？算是。你心里有没有觉得，就是很难适应啊？就还好啦，就是因为他香港的没有，我想说他本来的家很小，因为他一个人对，我一个人住嘛，一个人住在台北嘛，所以他是没东西的。对，是因为我们结婚，我就换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。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些鞋子不是挺多的吗？我鞋子跟衣服而已。所以你是一个就是只要出去有得穿，对，家里不要放太多东西的人。应该说我觉得不需要的东西我会把它丢掉。可是你还蛮注重要帅这件事吧？现在还好，因为现在没有，以前会啦。所以你是知道自己可以走很多明星的路线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这个想法，大众脸吧。真的是因为我留胡子，是因为有时候我都常常没有刮，他很讨厌我留胡子。但是大概2周前，我们跟朋友聚会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朋友说：“哎，你留胡子蛮像 Ryan Gosling。”然后我就觉得，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造型。对。可是太太不喜欢你，为什么还要留？我就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成熟啊，因为工作上面有时候有需要。阿娇的不喜欢，应该也不是真的不喜欢吧？我不喜欢，因为他觉得很刺。对啊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不会亲他。他这个他自己选择吧。所以我回家，他说你胡子太长，我就先刮掉。OK。所以太太的吻还是比较重要嘛？对啊。你是不是有持续的不断在维持身材？我有运动习惯。刚刚那个瑜伽垫是怎么了？就他带过来说他想要做瑜伽，但是好像没有看他做过。总是有个希望嘛。怎么了？瑜伽垫为什么要从香港带过来？几乎
台北家是每一个东西我都是自己带过去的，包括那些公仔啊、毛巾啊，几乎都是我香港带过去的。对啊，都已经从香港带过来瑜伽垫了，为什么不干脆就真的做瑜伽？有做过，你有做？有，只是他没看到而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他有时候会这样动两下，说：“老公，我运动了。”这样，我说：“好厉害，好厉害！”哦，出汗了，然后就结束，大概30秒吧。所以你是一个大量运动的人，我算蛮大量的。然后他不爱运动，你有邀过他吗？有蛮长的。但他在那个台北的健身房，全部都是男人啊。那我为了他找一间是没有人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以前拍打戏啊，那些筋骨都歪掉了，我是需要请教练的。嗯，你有帮他请教练吗？有。那有去上课吗？没有。对，就有时候他会突然觉得好像今天有一点懒，那我也不勉强他嘛，我就先去了这样，因为就上个一天，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所以就没有那一天开始这样。但我们婚礼的时候，他蛮认真的去做了大概1、2个月吧。对。好，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影片之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两夫妻本来80分有没有什么温度上的改变。好，目前进展到了是85度，就是比原来的80度稍微高了一点点。也许大家就觉得好像夫妻2个人生活就看起来颇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难关，可是大概你结婚也知道，就一定会有这些过程啊。对啊，不可能一直都很顺利的啊，就努力一起去克服就好了。而且夫妻双方有一些本来在家里面不一定有勇气互相沟通的事情，反而是一起上节目会忽然就说出来，然后就完成沟通了。所以，等一下我们在进展的过程当中，看看他们2位就会互相透露更多对于某些事情的价值观，也许就会增加沟通，然后温度就会越来越高。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展。接下来我们要看是倒过来，阿昭要介绍他先生的一些东西了。好，我们去看这个影片。Hello， 这个是我的家等一下会介绍一些的摆设，还有我喜爱的东西。我呢很努力的把我的东西放过来，因为我要把整个人嫁到过来嘛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些归属感。但没想到就是都是我的东西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能带那么多。这个是我婆婆，很厉害吗？婆婆人肉速递那个洪瑞珍过来给我们。人肉，谢谢妈。我真的是想经营一个家，所以我从香港把这个 cushion 啊，还有那些公仔啊，自己搬过来。Michael 的东西只有这个吉他，这个昆虫。你看家里放一堆虫多不好。我终于有机会展示我的 Lego 了。看，这个都是去街景。还有这一区是我们结婚区，这好像粉丝啊。其实这是粉丝弄给我，他就拿了来收藏。还有这些就是我们结婚那些朋友的签名啊，这个充电宝，伴手礼嘛。你看这个是我朋友画的，很像我们，而且我每个朋友都会印名字，就显得很有心思。还有他一个结婚的本子，我本人呢就很喜欢，就是把东西乱扔，我就怕丢掉，所以我就放了在保险上。他这里有一个，他高中2年级画的鸡，是一个特有种叫蓝腹鹇。那你为什么写鸡年呢？因为那一年刚好是鸡年，然后那就是鸡啊。
那你为什么不裱起来？就这么叠，就是这样。烂烂的。那你把这个送出去。这个是可以啦，但是谁会要啊？你的粉丝都会要啊。我没有粉丝啊，你粉丝有一些的。这个都是他以前买的，他以前就喜欢买一些眼睛，眼睛。这个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去日本出差，买给我的裤子，牌都没拆，没穿过，因为也不是我的风格啊，是心意嘛。这个上。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。中间是那个，叫他躺，看一下角度。对，那时候我还很贴心，因为他那时候不在，我这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躺着，那个一边装过来说，这个角度，差不多就这个角度。结果我装了之后，以为他会称赞我说我很贴心，把他角度调在他的视野，因为我还不是，因为我的脖子不行。对，结果他一直跟我说，念到现在都说他觉得那个视野。你是不是你也觉得？后来他跟他一起看，尴尬。我一直嘴硬说，其实这个没有啊，还好啊，你不觉得看得很清楚啊？结果后来我自己看一看脖子也有点痛，所以可能会找时间弄一下。床是 Michael 妈妈买的，那个床单是我买的。我为什么他有一只羊？因为他口水好臭，他把这个枕头都弄得很臭，所以我就不让他拿我的公仔，我就买一个给他。没有，我说这个就介绍一下。不是，这是没有啊，这是他那个我岳母送给我们，希望我们早生贵子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们俩为什么要在家自己尴尬啊？第一次介绍我家给人哦，所以那个岳母送的早生贵子的放在那边会很有压力吗？没想过他拿出来讲而已。你本来不想要讲那个东西是不是？对啊。所以有人要催你们赶快生小孩吗？没有吧？没有人催，就我催他吧。因为我之前去冻卵，我只冻了3个。就因为我们本来是想摆 nature， 就自然有怀上就怀上，但好像目前都没有成功。对，那我们一直很想要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最后一个，因为不希望他在，如果说不是年龄问题，就是说越大怀可能越辛苦。你刚才有嘴软，我看到了。你刚才嘴软的很严重，我害怕我讲错话。我还越就可能。刚才你差点脸都抽筋了。不想要他太辛苦。对，我懂。所以你有安排好时间了吗？有。你真的管很细耶，就你真的给 Michael 很大压力。不会，真的是有安排好，已经 schedule 了。阿娇，你是很想要赶快有小孩？也没有赶快，就是让他去试试看，再考虑对，所以你是爱小孩的人，是喜欢小孩子啊。这一题还蛮难回答。No， 我不喜欢小孩。可是如果当妈妈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拼积木了，对，就要照顾小孩了。可是这是你想要的生活。
对 Michael 听到没有？就是有小孩的话，他只会占有一个小孩的体积，对他不会扮演成。小孩子的东西更多。对，我想过这个问题。小孩生出来之后，你就要买那个地上的那个软垫，这样拼起来，让他可以那个就是 Michael 极简风的家里会出现的彩色塑胶软垫，然后上面会有 ABC， 你可以教他。我知道你讲的那个，哇，那个配色好可怕。好，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里面有东西在等我们来观赏，我们麻烦航宇。让我们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。眼睛，素描，那个最上方那个白色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结婚的做的一个牌子啊。那是我们在 LA 拍的一个影片，这样。所以是宾客都可以拥有一个吗？没有，我们自己的。只有你们有？不是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粉丝弄给我的。哦，这个是你们在美国的那个对对对订婚派对。本来其实希望他的生日我们在美国登记，但他那个时候刚好长假，没办法，没开。对，没开。刚刚看到戒指当中有一枚是求婚戒指，对不对？所以求婚的时候是你知道的吗？其实戒指是我们一起去买的。对，在美国，我突然跟他说，哎，不如我们结婚吧，那就一起去。那个是真的很突然，他突然开口，就我们只是去夏威夷玩嘛，就去逛了一下，他就说那不然我们买个戒指结婚吧。然后我那时候吓到，就倒抽一口气，然后倒抽一口气是说我没有要娶你耶。当时还有去打给我朋友，就说怎么办？他突然说要跟我结婚。对，我说是这个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。所以你当时有想说怎么拒绝他吗？没有想要拒绝，我当时只是在想说，这个戒指不知道多少钱，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负担。结果后来有买成吗？后来买成，但中间稍微有点尴尬，因为我有一张卡是理论上是没有额度，它是签账卡，然后就整个卡拿出来要刷之后刷不过。然后怎么办？后来还好，台北是早上，我就打给那个我们诊所的会计说，你先帮我把多的钱汇到我的卡的户头里，再刷这样。阿娇，你在对他说出"我们结婚吧"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面有担心他不一定会说好啊？没有，我们在美国，我要跳伞嘛。你是为了工作还是？这是我的人生的 list， 我要做的事情。他本来不跳的，因为他恐高。他听到那个人说我们要上去4000尺跳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我还是陪你跳吧。他当时候穿篮球短裤。你知道篮球短裤要带那个东西是很怪的，它就会卡住，对不对？而且飞在空中应该会翻上来吧？对，他就也很勇敢的陪我跳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浪漫的事情。所以是跳完你才觉得我们结婚吧？对。哦，那还好有跳啊。所以你现在觉得还好有跳，不然可能娶不到他。对，但是可能不会再跳第二次，真的太可怕了。好像他们在真正决定要在一起之前，说是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在看剧的时候 ，Michael 有抱住他说我们交往吧，然后他说不要了。有这样吗？那是刚认识的时候。对，就是说就是吃大肠那一阵子。所以当时是什么？怎么？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？就在看手机，然后他说他要睡了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躺在旁边，我说那我准备要走了，我就这样子稍微这样，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这样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记得好像是你有想清楚吗？我觉得我们认识还不够多。就是没想到已经有一个动作了，然后还被拒绝。你会觉得你这样做代表你心里大概有5、6成的把握，你才会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做我都想不到他的反应是比较冷漠。所以当时走的时候气氛非常僵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他就睡了。然后我就觉得那可能我自己误会了。后来几天都没有联络这样。所以他那次跟你说不要，你是把他当成是拒绝了？对，就是我觉得拒绝。我们两个就是没有要交往的意思。
第二次鼓起勇气跟他表白是什么时候？朋友来找他探班拍戏，从英国过来住他家，我朋友就说他想要一个一兰拉面一个拉面带回去，他就帮我买。就是那一天就在一起。对就那一对天对对对，你跟他讲说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你有没有很惊喜？对啊，蛮惊讶的。刚刚那台电视机，你觉得角度有问题吗？我觉得电视就平平的就好啦，为什么要调角度？阿娇平常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看，嗯，对啊，你说是平躺吗？平躺电视就应该装天花板上。其实他现在都觉得那个角度他脖子会痛，因为太低了。我们真的很喜欢跟他们讨论很细的 detail 问题。听说阿娇喜欢看相亲的节目啊，什么综艺都看。可是你好像特别喜欢一个相亲的节目，对不《非对？诚勿扰》吗？对，我们都喜欢看。啊，为什么？蛮喜欢给意见的，就是觉得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一边看一边会说这个男生不要啦，或者说啊他很好，你为什么要删他？他怎么会这样？就是那种。所以你要陪他一起这样。我一开始是抱着陪他看的，因为他看那些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看过，然后我好像也不是很喜欢这类型，后来看觉得蛮有趣的。听说他们两个躺上床关灯之后，他要为了阿娇所给的指示再爬起来至少3次。什么指示？就说帮我倒杯水啊，哎，你那边灯忘记关了，或者你去看一下窗户。以前比较多。这是真的吗？对啊，突然忘记要拿个东西，或者是哎呀忘记关灯啊，所以不是故意要整他吗？不是，是真的忘记。是真的。所以 Michael 都会真的起来吗？会。你不会说，除非我睡着之后他再把我叫起来，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懒，他有在你睡着后把你叫起来去关灯？会叫起来陪他看电影或什么，就他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。可是你可能明天要对要工作耶，那就倒霉是病人而已啊。这双眼皮变割那么大。然后后来他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工作性质不一样，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有时候是比较 free 一点，就是他密集的工作完之后是 free 的，但我是每天固定的时间。有啦，我觉得这个有磨合到，我平常开电视会很大声，就算他睡觉的时候我也开很大声，现在会。我们有因为这个有一点争执。对对对，你有没有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调小声一点？他有教我，你不如出去看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们现在难道要分房睡了吗？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嘛，但后来真的有认真跟他沟通过，他现在就不会这样子。所以你后来就是算了，就不看电视，就看手机。一般夫妻都怎么解决这件事啊？我会跟我老公说 ，baby 小声一点，不然我睡不着。他就会调小声啊。可是小声看动作片什么就不过瘾啊。你为什么不戴耳罩呢？耳罩你会压了很不舒服哎。耳塞不舒服。可是他要看电视啊。可是他看的电视都是小声一点也看得懂的啊。枪战片不就是？你也知道在干嘛？铁手榴弹就是。请问一下，你电视到底开的多大声啊？声光效果还不错啊，就是那种有机枪的声音，就是那种哒那种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有一点声音都会。因为我睡眠比较浅，对，比较浅。哦，所以一点声音都会吵到你。可是他难受了，你怎么办？后来我试着就有时候戴一下耳罩什么的。他打呼我也戴耳塞啊。我觉得耳塞这个事情是结婚之后必须有的。真的吗？就是你肯定要接受对方一点不好，对啊，太吵啊什么，你是要掌控这个。对。因为如果我老公打呼打太大声的话，我就会到隔壁的客厅的沙发睡。以前会把他推啊推一推踢一踢，对，会踢他几下，可是后来就没用。我都不会了。后来应该只是把他踢到床底下去算了。后来就会踢到骨骼。刚刚影片当中出现了妈妈，那是你妈妈对不对？我妈妈对。所以你妈可以随时进出你们家哦。可以，她有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在嘛，有些事情要麻烦她。那阿娇跟她妈妈处得好吗？
很好。你觉得呢？在节目里会跟你讲说不行没有，吗？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好像是你们俩如果吵架的话，你会跟他妈妈抱怨，是不是？会，就是他会把妈搬出来指责我一些东西。你说他？对，我就会直接问妈，你有这样说吗？他说我没有，就其实是他编出来的。对对对对。因为他有时候我们的对一个东西的价值观不一定一样。他有时候比如说一个桌子，他可能会想要买很贵的那种，然后我就会叫我妈直接送我一张桌子，说我妈送的，我就会跟他讲说，妈说不用那么贵啊。你没想到他会真的打去质问你妈吧？而且没想到我妈就是跟他联络比我还频繁。Michael 的爸爸妈妈当时觉得要娶明星这件事 OK 吗？老师一开始不认识他的时候就蛮不 OK 的，但这我没有跟他讲过啦。一开始你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？他没有不同意，他不认识，然后他主要是担心我啦，不希望说我们有过度的曝光这样。然后后来见到他就跟他很好，就没事。因为我就是会带我爸妈去看他们演唱会啊，然后我妈妈就在下面看就哭了。我说啊，红果原来我们的媳妇这么优秀，这样真的蛮感人的。我觉得你爸妈可能太怕他了，所以就说一定要哭，一定要哭，快点，一定要哭给媳妇看，还护捏。有说好你结婚后不要做家务这件事吗？我们有签一个婚前，我们有签一个协议。我们很常请佣人嘛，对，就比如说，如果他自己点了一个麻辣锅，煮完之后他不知道那一锅怎么办，然后变成要找人来处理那一锅麻辣锅。找人来处理？你不能处理吗？没有，我不在，我出差了啊。因为他那个垃圾分类，我不会。好细哦，故事都好细哦。我知道，听起来生活中困难重重。对，要是我想想，我面对吃剩的麻辣锅，对，确实很难处理，需要人帮忙。你们签的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件事吗？没有，最重要不是啦，最重要是我们。那我最大的点就是保持家居整洁。哦，这个有签进去。所以我们在意的点不一样啊，以后孩子怎么负担，然后我们婚前的财务怎么样，这都要写得很清楚啊。你希望让女方放心，说你不是为了钱这件事情。所以现在两个人要慢慢研究，有一些花费怎么互相帮忙这些事情。这个目前都没有到特别讲啊。所以像戒指刷不过的时候，阿娇不会说我来吗？这太奇怪，他来我也不会。太奇怪了吧？不会。他的坚持就是婚礼相关的，他不要出钱。OK。我的底线就是不希望我拿钱把自己嫁出去而已。其实也没差。但我觉得合理啊，对，我觉得合理嘛，因为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压力还蛮大。压力是大的，随着宾客人数越来越多，就我记得我们在马尔地夫的时候，我说老婆你约了几个人在美国？他说80几个吧。然后我家5个人，我就约了5个，大概10个。所以听到80个的时候，又倒抽一口气了。我倒抽一口气啊，真的那时候真的倒抽好几口这样。我现在很 OK 啊，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人结婚结到快破产啊？你那时候真的是因为结婚？没有，就真的是几乎要破产吗？我以前就是我觉得我收入够，我要买表买衣服就买，没有存太多的钱。然后那个一切发生的很突然。他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，我的卡你认刷，因为没额度嘛，他觉得是没额度嘛。然后他去了1天连卡佛之后，我就说老婆那个卡还是放我这里好。没想到他真的刷得很狠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就是真的认刷，就是没有跟你客气。没有，就是刷一个表给你呀。对啊。因为他跟我说认刷，你就觉得他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吗？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人叫我认刷的他的钱财什么的。对，应该是说我突然在家一看到简讯，我想说，真的是倒抽10口气。所以你自从结婚之后，就人生一直这样。所以我后来都是
就都直接给他看我的存款跟所有东西，我就说你看我现在就是这些这样。那应该换成他倒抽一口的气。也不会啦，我觉得我还是算不错的。所以现在倒抽一口气的情况也少了吧？停止了，该画的都画完了嘛，家也弄好。Michael， 你有没有后悔娶明星？我没有后悔，因为他真的蛮不错的。只是如果以后是如果我儿子他娶了一个明星，然后是很红明星，我会说，那你真的要想一下。明星都是人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所以你心里就是有不满啊。这个，我觉得你可能有双重的后悔，除了娶了一个明星之外，还包括了结了婚这件事吧？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失败的婚姻，所以其实我知道说大概是怎么回事。对，我没有后悔结婚这个事情，因为结了就结了，也没有说就算怎么样，所以我才会说好像压力很大，但是还是要我工作把它撑过去。因为我觉得要结就是要好好结啊。所以现在常常有度过咬紧牙关的时刻吗？现在好很多，现在就很开心。现在就觉得真的有在 enjoy 婚姻生活。对，因为之前是太密集了，结婚、香港的婚礼、搬家，然后我的诊所要开。厉害啊！所以你是不是想说小孩的事先缓一缓再说？我本来是这样想，然后我现在知道就直接跟他讨论嘛。目前前期我还需要去有一些预备期嘛，你不能开一个店，下一个月没客人就关掉。所以我跟他说我目前还要准备一些钱放着。然后他说小孩子没关系，如果我们生了就。对，所以我才不选择买房子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蛮好的，是，而且楼价又不升，就这样。不适合买，就租就好了。对，生活也比较轻松一点。你现在的诊所在台中？台北，在台北，事业正在创业期。对啊，你会希望你太太帮这方面的忙吗？我不希望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工作是分得很开，因为我们会做这件事情去开，一定是评估过我们的客户量跟是可以出来做一间的，但其实不太需要他帮什么忙。对啊。其实我希望可以帮到忙，我在香港有代言了嘛，对，我也不能随便的去帮别人宣传，但我以他老婆的身份就可以。我们后来讨论完之后，就是他帮忙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剪彩的话，他可以来，就是一起剪那个彩这样就好。我就希望可以参与一些啦。结果有已经发生了吗？还没，快了。所以到时候老婆会去帮你剪彩。对，但不接受访问。不用谈这么细。好，我们没有要。没有就好，对不起。他会讲出来，代表他会觉得你的人都来了，为什么不接受访问？是不是？听起来两个人体会到了一些之前没有体会过的乐趣吧？是。感觉先生会有一些辛苦的时刻，可是对很多刚结婚的来讲，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啊。然后阿娇一直说，这个人生反正只有一次，所以你们女生每次婚礼就是要想这件事，就是我这一次得要把它办满意。我其实当时结婚的时候想说，我要办一个很小型浪漫的婚礼。我公婆他们就觉得儿子娶了明星，然后很幸福，就希望可以多邀一些人来，然后就在台东办了一场很大型的婚礼。我就觉得哇，好幸福哦！这么多人来替我祝贺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我们刚才看了这些影片之后，也了解到了阿娇对于她先生的一些东西的想法。至于两个人他们所带来的温度有没有上升呢？看一下。90分哎，好高哦，应该是就是速度倒抽一口气的这种婚姻，感动了很多人吧？对，就是拼下去的那种精神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夫妻组合呢，总是会有互相调试的地方，而且看他们两位很努力的适应，开诚布公的讲了，应该就调试成功的几率就大增，所以希望能够让大家觉得温度上升的同时，有感受到婚姻生活里面本来就是这种以爱作为前提的话，其他的了解可以慢慢的增进。我们的两位来宾可以从伏尔加修复车上选择物品来用于工地事业，
同时，我们的伏尔加修复实验室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相关的修复小技能，通过修复让更多的物品变得更有温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航宇把伏尔加修复车带回舞台上。对，我们看到的有刚刚那个 Michael 说他没有粉丝，所以不会有人要的这个。记忆的素描，你真的舍得吗？这不是你的代表作。也不算代表作啊，但就其实有点舍不得。我觉得不要勉强，就是选你们舍得的就好了。好啊。我觉得我的行李箱是可以。 OK， 小行李箱。这些是有人喜欢，其实我都可以啦。船也可以吗？可以，全部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墨镜我都可以。真的 OK。对，那我们就让 Michael 保留素描吧，好不好？这是你的人生的纪念品。对啊好啊。那 OK。请阿娇帮忙签一个卡片，就是给将来在公益当中得到了这些物品的人，你就写一句话送给他们就好了。是什么？你觉得他们今天上节目的打扮会互相干涉吗？是太太叫先生穿整套西装来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想穿吧。对。因为他就是想要让别人误以为他是张孝全。让告诉你。你们俩是有多词穷啊？你想多久？譬如是要写什么？祝福或者是感谢就好啊，或者是好好珍惜他们这类的。对，希望你们生活幸福也可以。他衬衫有绣他的姓名哎 Ryan Gosling 吗 ？Michael Ryan。你是在写毕业论文吗？你们俩真的，要么写不出来，要么就写个没完没了。好了，签名。希望收到我们礼物的同时，也收到我们的幸福。哦，写得很好，太好了，所以非常感谢阿娇还有洪国他们2位的祝福，然后给了我们这么多跟他们的婚姻生活有关的很可爱的东西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